视频开始前，想问一下各位的冒险能力多少级啊？不对，开拓等级啊，有没有萌新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距离铁道开服已经9个月左右了，严格来说，终于是离开了新手村、新的星球皮诺康尼了。各种新面孔也即将到来。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前瞻直播功夫的单横影月角色复刻攻略啊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音乐时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请求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或转发给我就行了。同时有经验拿，谢谢。影月是一位虚数属性的毁灭命图角色，官方描述兼顾不俗的输出和生存定位。输出嘛确实不错，但是生存我觉得不对。80级3维方面，不管是生命值和防御力都是在5星毁灭当中最低的。不过攻击力698确实很高啊。不过个人觉得是他自身强度比较高，导致面板数值有所降低，也是非常合理嘛。接下来看看影月的技能方面的吧。老萌新可以根据进度条跳转即可。行技1，影月战斗开始可以给到15点能量，影月需要140点能量，混沌开局是一半能量嘛，加15点85点。如果不是满命的停云，那么还有5点能量缺口。不过对于满命停云来说，这个行技还是很重要的啊。行技2，抵抗控制类概率提高啊，降低被控的概率啊，这一点和克拉行技是一样的效果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行技3，对虚数敌人爆伤提高 24% 啊，对打虚数敌人爆发会更强，简单粗暴的争议吧。所以影月在打虚数敌人和不打虚数敌人的情况下，会差距很大啊。这3个行技对于影月来说吧，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不同的作用。相比现在的新角色，确实是差一点意思啦。不过也还好啊。影月的普攻核心输出来源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不同段数啊，分别是1、2、3个战绩点。战绩点使用越多，那么输出和命中敌人段数也越多了。满级普攻倍率是高达680的。这个普攻可以通过战绩来让普攻得到强化。3个战绩点的普攻可以吃满增伤，10级战绩可以吃到最多48的爆伤啊。所以说影月想要吃满这个争议，需要多留战绩点来让影月打出爆发了。而终结技呢，倍率总体来说不高，不过不是影月的主要输出啊，因为开大后可以获取2颗逆鳞，可以抵扣战绩点来消耗，而且算战绩点消耗的。也就是这个机制，也让影月配合队友频繁打出3个战绩点的强化普攻打输出。而天赋呢，则是根据攻击次数叠伤害，最多叠6成，满级 60% 增伤啊，持续到自身回合结束。由于大招是不算回合数的嘛，所以在大招的时候接强化普攻，或者普攻接大招都可以让这2个输出方式得到增伤了，应该非常好理解吧。这个说白了就是说，你大招尽量在你回合内开大接普攻，可以吃到增伤会比较好。影月的行技加成方面有12爆几率和 22.4% 的虚数伤害和 10% 生命值加成，不管是输出方面还是生存方面都需要解锁的。而天赋技能方面的话是普攻拉满，战绩和大招天赋可以跟我一样3个8 3个9就足够了，当然你要是资源足够3个10也没问题，不过性价比来说总体不算很高啊。影月的秘技释放后可以长达20秒的冲刺啊，不管是大世界跑图还是宇宙冲珠都是非常优秀的机制了。同时被冲的敌人影月可以获取1个逆鳞。影月之所以强度高还是有其中一些原因的，主要是他自身爆伤的加成，天赋也有非常高的增伤啊，即使在没有任何怪的情况下也能打出不俗的巨额伤害。视频展示是0+1的影月啊，主怪还不是虚数的，如果是的话可能10万应该都有了吧。说完技能方面，接下来进入配对环节啊。随着版本的不断更新啊，影月的队友也是越来越多了。2.0 版本的花火不出意外应该是非常适配影月的，这里就先不提了啊。先来说这期当前版本的一个搭配吧。当前版本个人觉得影月最佳配对是停云、软梅、霍霍。首先影月这身行技可以提供增伤、暴击爆伤，没有任何加攻击力的行技，但是它的自身攻击力白值又非常高，和装光也是非常高啊。装光特效提供攻击力收益就非常大了。然后影月通过大招来抢逆鳞的，也就是说大招开的越多，那么影月就越不缺战绩点了。结合装光的充能就能更加确认这一点非常合理。那么搭配当前版本的充电宝角色停云和霍霍也就是非常合理咯。然后第3个队友搭配软梅这个任何队伍都能搭配的角色也就更加如乎天意了。
也让我影月轻松混沌12层2回合打完的。我试过其他队伍的情况，都是3个回合左右打完的，比这个2回合慢了挺多的。而且庭云、阮梅、霍霍这3个角色都不需要你的手法，几乎是无脑就能打出高伤害的一个配对了，也是非常推荐你们有的情况去组啊。说完来说一下其他下位选择吧。首先是佩拉，残点减防自然不用多说，而且几乎人人都有的一个角色。还有4星的行压，长点增伤加攻加速，也是影月的不错选择了。至于御空，建议是满命啊，因为满命可以不需要卡数，大招可以插队增益，让影月打出爆发。而且御空给全队加虚数伤害增伤，自身带行星相会也能提供增伤。就算御空一直普攻残点，也是影月的好队友。至于艾斯达就不太适合影月了，主要是影月不需要速度，速度太快斗志又不够用，而且导致影月爆发能力不够，反而刮痧了。这个相信搭配过应该比较清楚啊。因为影月是目前持续爆发型最强的角色了，而银之是那种爆发后需要一定时间来继续爆发的一个角色，可以说是瞬间爆发型的，还是有所不同的。而影月是只要有足够的战力点，那么影月就是最强的输出的存在了，没有之一。配对方面还是要根据环境不同以及角色储备来选择的，有什么不懂的话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啊。光追选择上，首选肯定是影月的装光，比阳光更加明亮的。80级白只有635的基础攻击力，配合特效36%吃满的攻击力，那么收益会更大。然后还有充能的一个加持啊，这也是影月的最佳适配的光追。次选净流和刃的一个毁灭光追，虽然特效不能完全吃满，当然是除了专武最佳适配的光追了。以上3张5星光追都没有，可以选择克拉拉的装光。如果你抽的多了歪多了，那么这张相信各位也有。实在没有，可以使用模拟宇宙黑塔商店里的5星星神陨落光追，满蝶影和克拉拉金衣是差不多的情况啊。至于4星光追的情况，有哪个用哪个高蝶影就可以了，这个也不用多说什么了。不过推荐还是用5星吧，毕竟5星都那样了，4星那其实会更刮痧的。星神陨落金武和金衣的装光相差15%到20%左右，总体差距还是挺大的。仪器选择上有条件可以带4量子套，因为影月自身的增伤能力以及队友的增伤方面会容易稀释，而量子套就不一样了，巫师减防是很难被稀释的存在，所以比较推荐。如果没有套装，你可以就像我一样啊，全闪剑的情况也可以，80-200，攻击3000多也是非常强的存在了。这不比套装好太多了，套装主要是难刷呀。这个相信玩过铁道那么久了，应该也有所感悟了啊。内圈方面选择2防星套，70暴击就能吃到这个特效啊，尽量要大于70暴击以上。不过个人推荐的80暴击以上会比较好啊，70还是少了点，毕竟它爆发那么强，不暴击还挺亏的。常规的就是暴击爆伤的衣服，然后攻击鞋、球、虚数球或者攻击球都可以，攻击神。至于速度鞋和充能神，我这里不推荐啊，经过我多次尝试下来，还是攻击神和攻击鞋比较好。主要影月和其他角色还是有所不同的，属于那种爆发持续伤害的一个角色啊，要爆发能力强一点的配置才比较好。按照修仙的来说，就是集中一点，登峰造极。最后来说一下影月的星魂方面的，一魂它是一个天赋得到叠层多加4层了，本来是6层最多60增伤嘛，有了一魂之后可以100%增伤了，这个提升也还可以。2魂影月就更加自变了，开启大招之后可以拉调100%，而且可以多一颗逆鳞，这也让影月爆发能力得到更大的加强了，而且出手频率也更多。虽然6魂的影月提升也非常大，但是后面性价比就不高了，推荐都是2魂的影月就停手了。不过随着版本的更新啊，角色是越来越多了，总体性价比也就不算很高了。这一波我觉得要等一波花火的一个情况来决定要不要抽2命的影月，这个得看自己的情况了啊。如果你不考虑的情况，直接抽就完了，考虑可以等一波花火。但是个人总体玩下来，0+1影月就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角色啊，不需要2命也完全足够的。言尽于此，到底要不要抽得看你们自己的选择，不过我还是推荐抽一只影月最少吧。虽然官方送了真理医生这名角色，但是真理医生是对单的一个角色，而影月是对单对群55开的角色，可以根据不同环境上影月或者上真理，这样会更好。
好了，以上是本期视频影乐的复刻攻略了。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，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呢。那么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，我们下期有缘再见，各位拜拜。